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我们主要呢是针对说目前是断联中的关系，又或者是你们是比较少在联络的人，可能会是比较适用的。那如果说是在其他的关系中的话，你们一样可以做观看，或者是但是呢，还是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当做参考就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在他的回忆里面，你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影？好，那这样的话，台面上我们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教皇牌，中间第2组的选项是恋人牌，右边第3组的选项是隐者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说还没选择好的话，可以先按暂停。如果说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1组教皇牌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从牌面上塔罗牌中讯息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你会很遗憾的是，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得开，或者是在过往里面，其实两人之间是有争吵，或者是有不愉快，又或者是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的里面是没有办法走入到彼此之间的内心之中。那其实也可以知道说，两人之间在过往的感情啊，或者说关系里面是比较难可以更进一步，又或者是很难可以有获得到对方的承诺，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可以得到对方在对说这段关系的关注，或者是他愿意去承担你们这段关系的责任。因为从塔罗牌的讯息之中，两阳会感觉到这段关系在过往的话，你其实曾经非常的痛苦，也非常挣扎，你会很常常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得到对方的关心，或者是说可以得到对方在对于这段关系的在乎。就算你付出了一切，付出了很多，那你在过往的话，有可能你自己在遇到他之前，其实你的感情，或者是说在面对爱情的话，本来就不容易去相信对方，又或者是在对于爱情里面，你本来就会没有办法太过于去信任，或者是太过于愿意去付出自己的真心，去面对一段关系。虽然你在对于爱情里面，你是非常渴望所想要拥有的，可是当真的有遇到爱情找上你，或者是碰上你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也会有犹豫不决，或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真正的投入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面对关系的时候，你是非常的会保护你自己，但是你又很渴望，所以当你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会不自觉产生出这样的一个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你会在追求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之中，其实对方他没办法给予你们相对应的回馈的时候，或者说相对应的反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怀疑自己。那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很去犹豫，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对于这段关系要有所付出。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们俩之间在过往的时候，就是本来容易经历分分合合，又或者是当你想要去对于说这段关系要有所承诺，或者说希望对方可以多多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当你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你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希望的时候，其实对方开始就会慢慢去疏远你们，或者是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对方在对你说这段关系好像是开始有点冷漠的这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你为了希望呢能够保持这段关系的和谐，又或者是希望可以得到对方在对于这段关系的青睐，或者是对方愿意花更多的心思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所以你其实后面你会是以一个朋友的姿态，或者是愿意去妥协没有承诺的一段关系，然后就去待在对方身边。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或者是在随着你的年华岁月渐渐的老去的时候，你开始会去质疑，或者说你开始会去
会有很多的懊悔，或者是你开始渐渐的对于说自己的那种不自信，越来越没有自信。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你其实非常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付出再多努力，终究还是得到最后面可能断联，或者是得不到对方那个承诺的一个遗憾。你其实还蛮常会去责怪你们自己，但是洋洋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真的已经尽全力了。当你尽全力的时候，你应该就要能够去面对到，或许有些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尽全力之后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回报跟结果，所以你一定要试着去放下你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懊悔跟遗憾，因为这并不是你的错，所以你不应该去责怪你们自己。好，那么来去往下看，就是在对于说这段，就是说他在对于感情的生活的话，其实他本来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相信一段的关系，他自己也是一样很希望谈一段属于他的感情，或者是他也很渴望可以遇到一个真爱，或者是他也希望呢，在对于感情里面是可以得到，或者是也可以遇到真正相信自己，或者是完全了解他自己的人。其实他在过往的感情的过程、感情史，或者是亲密的家庭关系之中，他总是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真心，又或者是他在过往的亲密的家庭关系之中，他也没有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其实从牌面上的话，洋洋会认为所带给予的讯息就是对方他在过往的感情里面应该是有受到被对方劈腿，或者是对方就这样突然从他世界里消失了，然后感情就这样的默默的就这样结束，就是他连为什么会结束的时候他也不晓得。那他自己就开始渐渐的对于说感情的话，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接触，或者说越来越没有办法去相信可能对方对他的真心。所以就算有时候他真的认为眼前的这个人是好像喜欢自己，或者说眼前这个人是想要愿意的为了一段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去相信的话，但他的内心的还是会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去相信，或者说他还是不愿意去接受。所以其实更多来看的话，是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的生活的时候，更多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于感情中的一个抵抗。虽然就算他真的想要去接受一段关系，可是他那种心里面的一个防御的机制是会不自觉的去产生出来，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去有所抵御。可是其实在他心里面，他的表层里面，他是会想要去接受一段关系，所以当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付出承诺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做拖延，或者是他会不自觉的想要去逃离。可是当对方离开他，或者是对方不理他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很懊悔，又会想要去黏着对方，或者说又会想要去试探对方究竟是不是对自己是有所真心。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有点坏习惯，就是他会有点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来看，以他来说，其实他还是会很渴望，更很希望说他是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他，或者是说愿意去照顾他，或者是愿意去待在他身边的那样的一个人出现。所以其实目前他是非常渴望可以去谈一段关系，或者说可以谈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或者说可以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人。如果说就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他遇到一个真的很爱他，或者说真的是能够为他全心全意付出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去投入那段关系里面。所以就是说目前的来看，他其实会想要洗心革面，会希望说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关系里面是能够把握住真正属于他的爱情，他再也不会去失去掉应该是属于他的一份的炙热的恋爱。同时这个人目前他也很希望他是能够在他的生活跟他的感情里面是可以有所一个平衡的。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过往在可能面对说自己的爱情的话，很容易会把爱情会视为一个自己的唯一，或者说他会把自己很多的心思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心力投入在一段的关系之中。所以因此关系里面的话，他会现在目前他其实会希望说可以把那样的一个自己给找回来，他会希望说在感情跟工作还有生活中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再也不是会以爱情为主，再也不是会被爱情给有所操控。但是他也希望说自己也不要因为
想要找回这个平衡，就失去掉在对于说爱情里面渴望被爱跟渴望遇到爱的这样的心情，所以他依然是会让自己保持着想要拥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继续祈求着自己可以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人呢，更多来看是属于一个宁缺毋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目前他真的算是一个洗心革面，或者说想要真正遇到属于自己真正爱情的，属于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后的讯息。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你在他心目中，其实他现在依然是非常的想念你们，然后其实你们带给予他的那种所谓好的记忆、好的回忆，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付出的金钱，或是你们付出的时间，你们付出的耐心，你们付出的真心，他都是有很明确的感受到。所以在他的心中的话，你其实呢，本来在关系里面，你是一个很保护你们自己，甚至你们也不会太过于说为了一段感情，为了你们这段关系，然后就去完全的抛下你们曾经你们自己本来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你们自己本来是有底线的，你们是不希望说因为一段关系就反而让自己失去掉一个所谓的理智。所以呢，在他心里面的话，目前来看，他知道说你们俩之间断联，或者我们俩之间就这样子比较少联系，或者说我们俩之间其实感情现在比较不和睦，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定也很伤心，你一定也很希望说关系里面是可以赶快重复回到原本最快乐的时光，或者俩之间是可以赶快恢复联系。其实他很能够知道说，在你们俩目前这样的状况是你不想乐见的，或者是你也不想要去发生，但是他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你们，因为他也害怕说，当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你们情绪会宣泄到他身上，并且呢，他也会没有办法去克制他自己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是想念你们的一个思想，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你们这样的一个思念在那关系里面之中。其实你们曾经所为这段关系付出的一切啊，或者说你们其实有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巧思，想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更多的进展，或者是为了可以能够两之间更多的接触，两人之间有更多的靠近，所以你很努力的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发展的机会，所以你可能找过了各种的方法，或者是你们有询问过各种的老师，或是有去咨询过关于恋爱很多的一个相关的文章啊，或者说很多的一个课题，就是你们一直不断去改变你们自己，所以有时候在你们两个之间相处过程之中，你会有一点的小小的情绪，或者说会有一些自己的脾气，但是他都能够知道，他也都能够理解，因为你为了这段关系，其实你付出很多，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给予在这段关系里面很多的回馈，或者说没办法给予你们心中所期待的那样的结果，所以因此呢，他心里面对于你们是有很多的懊悔，跟有很多的不舍，并且呢，他也非常的想念你们，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就这样子分离了，或者两人之间就有这样子分开的一个局面跟状况，他自己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然后他也在思考着说，究竟应该要怎样才是适合跟你们之间相处。同时在你们过往里面，因为你们对他做了太多，你们付出了太多一切，他发现到说他没办法去承受你们这样的爱，他也觉得他去承受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报你们。所以因此呢，以他来看的话，他就算真的会想要去接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想要去付出，或者说想要去愿意去回馈给你们，但是他又担心说，当他回馈给你们的时候，会不会又没有办法符合到你们内心中的期待，又或者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他只是做他自己想要做的，却没有顾虑到你们，他有很多这方面的想象跟想法，所以反而也会让他有一种裹足不前的这样的情况。那目前来看，他也会担心说，你会不会因为失去了这段关系，失去了你们之间的一个联系，失去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情谊，
反而会让你们不敢再去相信爱，或者是反而会让你们不敢的想要再去投入一段关系，不愿意呢再去投入一段新的恋情，并且会去糟蹋你们自己。他会很担心说，因为这段关系没有处理得好，或者两之间是没有把问题讲开，或者是没有把内心里面对于说关系中的一些的伤害啊，或者说一些的症结，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纠结的心情是没有讲开，没有讲清楚的话，反而会对于你来说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很大的没有办法对于说新的恋情、新的感情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勇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看这个人他目前在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担心你们，跟非常在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那接下来的话，你们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就是说，两人之间其实会有很大的机会，很大几率是能够再遇得到对方，然后能够再一次的有所联系。但是呢，关系里面你们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突破跟新的发展的这个迹象。但是究竟能不能够两人之间破镜重圆，或者是两件事是不是能够在一起的话，其实以牌面上来看，会有大概70%的几率是有机会的。可这70%几率的剩下的另外3成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下。剩下的另外3成其实更多是来自于说双方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些的疙瘩，或者是说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当它再次浮现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情绪跟两人之间的脾气又会再一次的成为一个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症结点，或者是说关系里面很难去跨越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们俩之间虽然目前现在是属于这个比较疏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在疏远之前，你们俩之间就是你们俩之前的关系里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的问题是有浮现，需要你们去解决，需要去面对。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难去解决的事情。那有时候也会相反，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容易解决的事。对你们双方之间是一个不平衡，或者说两之间的想法上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当你们俩之间再次恢复联系，再次有一个密切接触的时候，那个问题又再次浮现，那这会成为你们俩之间如果说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跟这个症结点的话，对他来看这也会是成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再更热络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两个人是说必须要去跨越这一些造成你们俩之间这些伤害跟这些心中的疙瘩。如果说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让我们觉得比较困难去面对事情的话，其实关系里面是很难可以走到往下一步的。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关系里面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第3个人、第4个人，或是有其他可能会去取代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角色。其实这个取代人有可能是你或者是他，也就是说你或者是他接下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恋情，或者是说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当这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说，究竟要是选择旧的人还是新的人，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的选择的情况。因为新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恋情的机会，或者是说新的人生的开端，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对说感情有一个再次重新热络的这个机会跟可能性。但如果说当选择旧的人的话，曾经的问题会浮现台面，曾经不好的感受跟感情的情绪可能会再次的涌现，那要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解决，这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跟课题。所以因此呢，在关系之中接下来的话，两人之间都会碰到个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没有选择一个以新的方式去面对你们的人生，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或是说这样的一个思维跟想法的话，同样的问题会再次重蹈覆辙，会再次的上演。那当然就有可能会造成好不容易恢复联系，好不容易有个热切关系又再一次的断开了，又再一次没有联系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说这段关系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成功的机会，或者是说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再一次进展的这个可能性跟发展的机会。那其实两人之间在接下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说
两人之间再次恢复联系之后，其实在相处上面多少还是会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甚至因为对方也会去很珍惜这段关系，他会愿意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跟之前不同，就是他的态度会变得比较软化，或者说他的态度会开始变得比较热切，或者是会比较想要去把握住这段关系。那这个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全新的开始。但是切记要记得要去把握住对方对于你好的时候，你要给予对方相对应的回馈。那这相对应的回馈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到对方对于说你的心态，对于说你的这段关系，他想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究竟是想要给予你这段关系的承诺，还是说只想要当朋友，还是说只是想要先重新开始认识，这样的一个定位跟这样的想法，你必须要去重新的了解到，你再去能够知道说要去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跟付出。因为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宇宙讯想要告诉你说，其实在接下来你们关系的发展，如果说真的要在一起，还没有那么的快，反而是会有在经历一段两个人之间共同修复这段关系的时期，后面呢会开始两人之间走入一个比较热恋或者说比较甜蜜的时期。牌面上会有这两个讯息，所以你们可以再留意一下。好，那这些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都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恋人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说在塔罗牌的讯息之中，其实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的遗憾，就是会认为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两人之间实际上相处的这个机会跟这几率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当你们终于有机会可以碰到面的时候，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太过能够去掌握到对方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之中是很难可以去贴近到对方的内心里面。虽然你一直不断想要去展现出你自己其实很有用心，或者说很想要去踏入到对方的内心的世界里面，或者说你也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付出点什么，但是对方他其实都是把你拒绝在外，或者是都没有想要愿意的去很真诚的面对于你们。所以有时候你会认为自己好像做出很多努力，或者是说自己付出了很多的一切，都是没有办法被对方给珍惜，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被对方给看得起。那在对于关系中的话，你们之间聊天的机会啊，或者说两人之间相处的可能性，或者是说花费在彼此之间的时间，其实算是比较少的。虽然呢你一直很努力，或者说你也一直不断的去翻阅他的讯息，或者说你一直很努力的去做邀约，可是总是在好不容易终于对方愿意走出来，或者说愿意碰到你的时候，他又很容易会改变他自己的心意，又或者是你们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力气，或者说要去等待很多的时间跟机会才有办法约得到对方。所以其实两人之间在相处的内容过程之中的话，也很少有实际的机会可以跟对方实际上面对面相处，或者说可以两人之间单独相处跟面对面的这个可能性。那同时两人之间在相处跟聊天过程中，两人之间也很难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或者说很难可以去get 到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而对方他也更难理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所以有时候你会认为两人之间在聊天过程中其实会有点鸡同鸭讲，虽然你很喜欢对方，也很想跟对方聊天，但是却很难可以抓住得到对方的心思，而且对方有时候就会像一阵风一样，是没有办法一直陪在你们身边，或者说会一直没有办法去理会你们的。所以有时候在关系里面你会觉得有一点孤单，或者说你会常常觉得不知所措。而在关系里面的时候，虽然也很常对方或者说别人可能会给予你一些指引，或者是说会花点时间陪着你们，但是却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帮助到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帮助到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可能想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或者想要做的这段关系的未来的发展可能性。那同时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也会认为其实有一点的错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你们是没有完全把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是说最真实的内心在
对方面前展露出来。而有一部分的人的话是在关系里面，你们也会很懊悔，是自己没有曾经跟对方说出说你们很喜欢他，然后都一直维持在一个朋友的关系，或者说都是没有好好的冲一波。就是有的人会很懊悔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告白，因为明明就已经这样的断联了，那还不如就是先告白，让对方知道说你喜欢他，那再断联也没差。有一部分人会是这样子，那当然有另外一部分人的话，只是单纯会认为说在关系里面的话是没有很真诚的样子面对对方，那但对方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到你们，或者说两之间可能在关系上相处上面确实有碰到一些问题，或者说一些的状况，没有跟对方老实说，或者说没有把你的痛苦跟苦难让对方知道，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也是蛮懊悔，是说为什么当初是没有勇气的。那再还有另外讯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会很觉得蛮介意，就是没有去戳破对方其实有劈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比较少部分人的讯息，就是你们有部分人是知道说对方可能是脚踏多条船，或者说对方是跟你交往的过程之中，他确实有其他考虑的对象，或者说可能有去找别人，那你们没有去戳破，或者说没有好好的跟他大吵一架，没有好好的去戳破他，没有把他的各种的罪行然后去跟别人讲，那这是一个在你们知道的情况，只是说你们会很有点懊悔，就是说你们没有做出一个这种复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会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些的事情，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就是在于说你们在对于这段感情的这个遗憾。那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其实目前他在对于感情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现在他还是蛮享受他的感情，而且也可以知道说现在他其实会蛮渴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其实现在他会比起第一组来说，他会更想谈恋爱。其实应该说第一组他会是想谈恋爱，但是在第二组的话，他比较像是说会希望会有个稳定的关系，就是说他不一定要很爱对方，或者说对方只是他的好朋友，愿意陪着他，他也觉得很 OK。所以呢，目前他来看的话，他蛮去想要努力的追求关系。所以说，目前他如果说真的遇到一个对象是他蛮喜欢的，他会想要去追求对方，并且他会很主动的想要去照顾对方，或者说很主动的想要去追求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是对方很主动的话，他觉得评估对方条件也不差，他也对他蛮有好感，不一定要喜欢哦，是有好感，然后是适合可以长久发展的对象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要去跟对方在一起。所以也可以知道说，目前的他来看，其实他在对于感情是更加的向往，两人之间是有一个结合的机会，或者是说是可以遇到一个真正可以陪伴他的人。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现在他是对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感觉到很圆满，或者说他已经不用再去烦恼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就会想要让关系里面更加的靠近，或者说有人可以陪伴他。其实就有点像说他的人生啊财富啊可能是已经达到了他所条件的目标，那但就在对于说感情部分可能是一个空缺的情况，那就可以有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来去靠近他，可以去让他的感情有让他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其实这个人他本来在对感情的话是想要维持自己的一个条件吧，或者说可以想要去维持自己在对说感情上的一些的坚持跟想法，但或许在学时间久了之后，他发现到说其实这样也不是办法，或者是说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其实是很渴望爱的，是很渴望有人可以来照顾他，或者说很渴望有个人可以陪在他身边，所以因而呢让现在他来看，其实他会想要去愿意接纳新的关系，或者说去愿意接纳一段感情。那他其实现在来看，确实有人在他身边，也有人去追求他，也有人想要去靠近他。那其实现在的他来看，他也会想要去尝试的跟对方相处，但是他还没有那么快的要做决定，所以你们这部分也可以稍微放心一下。但以牌面上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之前是
有稳定交往中的人，那现在是属于在断联或者是分手情况的话，那这个有很大的几率是在讲你，所以你们可以再等等看对方，或许他在不久的将来会想要去跟你们有一些互动，或者说想要去联系你们，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些关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课题跟议题。但如果说你们可能本来就只是暧昧啊，或者是单恋，或者是说本来就只是一般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还要再多思考一下，究竟这人是不是真的你一定要他。因为以来看的话，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一定把你或者说任何人放在他心目中一个最主要的位置，一个唯一的位置，而是任何人或者说有人可以符合到他的话，其实就蛮容易是能够有一段关系的，就是对他来说。所以呢，目前的他就是刚上述讲的那些的关系之中的话，就是说就是他现在会希望说感情里面是有人可以陪伴他就是了。好，那如果说是在星座上来看的话，洋洋会认为说这个人或许有可能会是属于巨蟹座，还有天蝎座，还有牡羊座，以及射手座、狮子座，以及天秤座，还有双子座这样的一个人星座，让你们可以做参考。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之后的讯息，看到说其实你们在他们的心目中的话，他有时候会认为你们其实会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又或者是说容易会有一些比较固执的一面，或者是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之中，如果说是真的有发生一些冲突，或者说有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们还蛮容易会不留情面给予对方，或者是会容易造成一段关系里面产生一种比较紧张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情绪上面波动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不仅容易跟别人起冲突之外，那也容易跟别人僵持不下，又或者是虽然你们自己在在相处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或者是说在阐述你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在情绪上面的时候，难免会表达出一种比较激动，或者是会有一点比较偏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所以对他来说，他可能就会开始对于你们会产生一种比较有点距离感，或者是说会需要动一点的脑筋跟思考，决定说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你们相处。不过还蛮好，就是他会认为你们这个人其实在脑袋的思考的速度是还蛮快的，甚至也还蛮容易可以跟别人套近乎，或者是跟别人是还蛮亲近的，也很容易跟陌生人聊天，或者是很活泼很外向，甚至呢你们也很喜欢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你们也很喜欢去享受你们自己的生活，并且他会认为说你们也是非常善于跟别人沟通跟来往，虽然在个性上面多少会有一点固执，或者说容易跟别人起冲突，但只要当你们的情绪是属于在一个比较快乐，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负面的时候，其实你们人的态度是真的还蛮好，也还不错的。那并且可以知道说，当你们在决定你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坚信你们自己的认知的时候，你们是不轻易的去做退让，甚至你们会想要去坚持在你们自己所选择的里面，所以会认为你们是非常的有勇气，也是非常的愿意为了你们自己的选择而做努力跟做付出。那他也知道说你其实在对说自己的生活的话，你是很努力想要去达到你的目标，或者说去完成你可能在对说自己生活上的一个要求，所以他也很明确的感受到，当你在面对说一段关系，或者说在面对说你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当你很珍惜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很努力的去保护，你会很努力的想要去照顾，给予对方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也会认为你其实对朋友真的也很好，那你也很会去照顾你自己之外呢，你也很会享受你自己的生活。只是当
当你自己可能比较没有钱了，或者是当你的工作上面比较不顺遂，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的成功的时候，其实你会容易给予你自己还蛮大的压力，然后你也会去忽视掉你自己的健康，或者说你自己内心中的快乐，因为他会认为其实你会太过于渴望你成功，然后太过于渴望可以在这个事业上面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或者说你太爱赚钱，太过于在乎说自己所拥有实际上所拥有的东西。对他来说，你可能会把自己所拥有的资产，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视为你的一个自信心，所以当你失去掉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自信心就会下降，你开始会去质疑你自己，那你可能就开始容易会跟别人起冲突，那你开始可能就会比较没办法八面玲珑，或者说就会跟自己原本的状态上面是一个比较失常，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他来说，你们其实虽然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那一面却容易会去影响到好的那一面。那对于他来说，那这个心中的分数可能就会稍微略微比较低一点，或者说就很难可以再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因为他就会开始担心说他会成为你的累赘，或者是说他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就是他有时候会有这些比较胡思乱想的想法。那接下来去往下看，就是说其实你们之后接下来的故事的话，有蛮大的机会跟几率，就是你们会变成一个还蛮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会比较像是增添所谓友谊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朋友之间的感觉。两个人之间在这个发展的机会，或者成为恋人的可能性，以牌面上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是属于真的比较少数，甚至是真的比较微小的。更多来看，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选择继续想要跟对方等他啊，或者说想要去一定要成为恋人的话，你们其实会很难成功，或者是说会没办法得到对方的青睐。其实你们总是会很暗自流泪，或者是说总是默默的在等待对方，但是都没有办法可以得到对方的好感，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对于说这段关系的在乎，那你们自己也会很难过很伤心，就是很常会就是说以牌面上来看的话，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你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但是当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又总是会有第三个人出现，或者是说很难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机会。那当然也是因为对方他会有一点刻意的去避开跟你们俩之间单独发展，或者说单独相处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像是他会去找其他的人，或者是说当知道是只有你们俩之间单独的时候，他就会去拒绝这样的一个邀约。那如果说真的他参加的话，他也会带你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呢会让你们不允许你们俩之间会有个逾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那样的一个动作。那当你们愿意想要，或者说当你们想要一直不断的去找对方啊，或者说想去为这段关系付出，他就会故意的呢去避开，然后他也不会去收你的礼物，也会去拒绝跟你们出去，或者是说会去让这段关系变得更有距离的感觉，或者是更有距离的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他也会适当的跟你们讲出说他自己内心中真正的想法，所以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是有机会呢可以再次的见得到对方，或者说再有机会可以陪在对方身边，但是比较可惜就是很难可以跟对方有发展感情的机会，或是很难可以接触到对方那种更心里面的这样状况，甚至他也不允许也不想要去接受你们的好意。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如果说他们越付出越多，他就会越把你们隔得越开。所以你们千万就要留意，就是接下来的你们一定要去慢慢的抽离你们在对说这段感情的依赖，或者说在对说这段感情的期待，会比较建议你们就是尽可能要去走出来，说对于说这段感情你们可能太过于渴望了，你们要走出来，然后去接受新的关系，或者是说去找回你们自己的力量，重回到你们自己的身上，并且呢你们必须要去老老实实的去认知，并且必须要去面对这段关系的不可能性。
因为当你们愿意去面对了，当你们去认知到这一切是不属于你们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有勇气的，是能够走出来的。那你们其实真的要非常的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因为当你们不走出来，对方也不愿意想要去跟你们接触，那当然就容易会有这样的两败俱伤的情况，那甚至可能你也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也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放弃掉，你们其实也是有一个被爱的权利的。那在少部分的人，非常极少哦，就是有可能呢，有一部分人就是你们其实应该会有一段时间会走不出来。那有的人的话是可能有怀上了对方的孩子，然后有考虑要去生下来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如果说你们真的已经有怀上对方孩子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执意要生下来，你们会反而变成是单亲，对方就算他不太愿意，甚至他也不想要去跟你们结为一个家庭。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用孩子去拴住对方，你们会失败，就是对方可能会对你们冷暴力，或者说可能会对你们有一些家暴的情况，或者是不想要跟你们有互动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当你们越想要去拴住对方，对方会想要越去逃离你们，甚至越不想要去跟你们有所接触。那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你们自己的人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会拖住你们，或者是说会让你们没有办法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机会。所以你们千万记得要留意接下来你们关系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赢者牌组的朋友，那么呢，在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段感情的话，其实你心中你的遗憾应该是三组里面让你觉得最困惑，或者是让你觉得心情上面的压力跟沉重是真的还蛮大的。其实你们关系里面的话，原本是真的还蛮好，也很美满，又或者是两之间其实相处上面是真的还不错，然后两之间其实在相处上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原本应该有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有迎刃而解，都有解决掉很多可能让人觉得比较难以棘手，应该说比较棘手，或者说难以去处理面对的事。但是在最后面你们关系却又呈现出目前像现在是断联，或者是比较少再联系，或是说两人之间这样子默默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你们心中会觉得非常的难过跟不舍，甚至你们会觉得也会很困惑，说明明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两人之间其实也是心意相通的，为什么最后还是会走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部分的人的话，或许是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对方家人的青睐，或者说对方亲朋好友所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好感，所以有一部分人或许也是因为受到对方母亲或者是说年长长辈的这个阻碍跟阻挡，导致于说让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跟障碍。少部分的人的话，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是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也或者是说可能是属于一个老少恋，或者是远距离的恋爱，也或者是应该说正宫还没有分手，但是其实已经准备想要跟下一任在一起，你们可能就是那个下一任，那正宫可能还没有跟他分手，可是关系一直吊在那里。这个比较多可能是在一个对方还没有离婚的这个状况的几率比较高，因为通常交往就是一个人说结束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是已经有婚姻的人的话，其实就是对方的另外一半可能还不愿意去分开，但是你们其实已经相处得很热络，已经如胶似漆，但有可能对方最后还是考量到可能他的家庭啊，或者是说别人，又或者是他的小孩，就要只好再去跟原本的正宫又再一次的复合，或者说再次回到他身边。那但对你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你们会认为自己为了这段关系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你们也付出了很多的耐心，你们能够给对方的都已经给了，你们能够做努力，你们都做了，对方也曾经有愿意也有承诺你们，可是在最后面目前好像又一切都落空，然后又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这个结果跟你所想要的一切。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并且是一个非常让你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你们心中其实你们非常的难以去放下，你们已经哭过了好几回，你们心已经死了，就是你们也不知道该有没有办法去接受下一段关系跟不同的人。可是以牌面上来看的话，宇宙的讯息是说你们还没有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仍然不想要去面对到这段关系的一个结果，因为你们心中其实是不仅很在意对方，你们还是会仍然的祈祷着对方有一天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关系还是会有机会有可能的可以再次的回到你们的就是关系里面，就是说你们还是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接受目前这样的一个现况，你们还是会希望如果说能够再做点什么去挽回这段关系，你们就会愿意去做。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很常的去找朋友诉苦，或说可能会去求神拜佛，又或者是会一直去向你们的信仰去做个祈祷跟祷告。其实你们现在一直不断去调整你们自己，愿意用重新的心态、重新的方式去审视你们过往的感情处理的手法、处理的判断，或者说处理的方式，就只是为了希望说让自己能够再次遇到他，或者说再次的重回到这段关系里面，可以用个全新的姿态去好好的把握，好好的去照顾对方，好好的去笼络，去把握住对方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所愿意做的一些的事情，或者说他的心情。所以看似乎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们愿意用个全新的姿态跟方式去做，然后去改善，去改变你们自己可能在目前这段关系的一个僵局的局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目前他在对他目前感情的生活，其实他还没有办法从你们这段关系走出来，因为其实从牌面上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对方他其实现在依然着是想念着你们，他依然的是想要拥有一段真正他心中所想要的一段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前面有提到有个可能性，就是对方他如果本来现在是属于已婚的状况，但是还没有办法离婚，然后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他原本的婚姻之中的话，其实对方他现在呢，他只是像一个僵尸，或者是他是没有心情去面对他现在原本的婚姻里面的，他现在心中满脑都是你，他都想要再次回到你们的关系之中，他还是很渴望可以去找回你们，可以赶快把他原本的婚姻结束掉，然后好好的跟你们双宿双飞，好好的陪在你们身边，好好的去珍惜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这段关系。但是现在他做不到，他也没办法做得到，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难过。他在夜晚之中的话，很常一个人就是流泪，然后他心中也非常有很多的懊悔。那如果说是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其实对方他也不会愿意去妥协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因为他心里面就是只有你。可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萌生出一些想法，就是如果说对方他的家庭是以死相逼，或者是说是非常的逼迫他还是会他会妥协去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可能对方会愿意为他付出，或者说对方愿意成为他的挡箭牌，但是他还是可能会想说去跟对方结婚，或者说跟对方在一起，只是为了可以给予对方可以给予自己的父母一个交代。可是这对于你来说，你就没办法接受，他也会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你们。可是他又会希望说，当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你是能够接纳这样的他，你是能够愿意卑躬屈膝的陪在他身边。可是对你来说就会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他如果说是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他这个会有一点比较自私一点。但如果说只是单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里面，对方的双方家长或是他的
家长也是同意的话，或者说也是知道他的情况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去跟那样的人再结婚，也不会去给予对方给予父母交代，然后就这样跟就是不要给予自己父母交代而去跟别人在一起的这样状况，他不会这么做，而他反而会是等到他父母能够接受之后，他才会回来找你，然后才会想要去继续经营你们的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是除了这些以外的关系的话，那么对方他现在其实心中也是很想念着你们，可是呢，他希望等到他自己准备好了之后，他想要去迎接属于他的感情跟他的恋情，所以他其实心中也会去想着，如果说你们也跟别人在一起，他也等不到你们的话，那么他也会考虑去跟别人交往，跟别人在一起，或者是去跟一个跟他门当户对或者是适合他的人在一起。所以以不同关系来看，对方目前感情生活想法就会比较不一样，所以你们非常的要留意。那同时还有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对方他现在心中确实会有想谈恋爱，还是会希望有个人陪在他身边，并且他非常的渴望现在有人是能够真正了解到他的内心之中的对于说爱情的想法跟感觉。所以如果说现在有的人是能够提供给他在对于说感情中的需要，或者是说在对于说感情里面所想要的一个感觉，或是能够勾起他在对于说爱情中的渴望的话，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愿意去接受对方，愿意的去接受这一段新的关系。因为现在他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人能够照顾他，他也能够去照顾对方的这种很贴近感情中的生活的状况。所以你们非常的留意，就是对方现在目前在对于感情是非常渴望极度想要的。好，那么来继续往下看之后的讯息。接下来往下看，就是在他心目中的话，其实你在他心中的回忆，你的样子，那其实他知道说，其实你在面对感情或者说你自己的事情的话，你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或是你其实还蛮常会有点犹豫不决，或者是你蛮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你会非常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在你们身边，或者说有人可以安慰你们，拍拍你们肩膀，好好的拥抱你们。那同时呢，他也感觉得到你们虽然在外表所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比较温和，或说很会照顾人，或说比较温顺，或者是非常的有自信，又或者是很有原则，又或者是还有很照顾对方的心情，很愿意去付出，很愿意为爱奉献的人，但是在你们的内心里面，他非常感受得到，是你们其实也是很渴望被别人给照顾到你们的那种孤单的感觉，或者说你们虽然很会爱别人，很会付出，但是你们也非常渴望有人可以实际的表现出是爱你们的。就是说你们的外表虽然看起来真的非常坚强，好像不需要任何人，就好像是全天下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活着，但是呢，你的内心之处，你的最深处是非常的渴望，有的人是可以看见你的脆弱，是能够看见你温柔的背后，事实上是总是愿意去牺牲自己，然后去成就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他知道说你是非常渴望有人是能够看见这样的你。那同时呢，他也很清楚知道说你在过往的生活之中，你其实承受了非常多的人生中的压力，无论是别人的话语，别人的言语，别人所带给你的伤害，或者是在过往的感情里面所造成你可能没办法面对爱情，有很非常正向的想法，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做法，比较固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过往的人生经历之中，导致于你现在因为想要去维持你自己的原则，可能才会遇到爱，才会能够有自己人生中的方向，也是因为过往所造就成现在这样的你。那同时呢，他也会知道说你其实本身的个性是非常的开朗跟乐观的，所以其实在过往的相处过程之中，其实对方应该还蛮常会称赞你们，或者说他蛮常会去依赖你们，就是因为他知道你其实非常有原则的人。那你
其实你的本质的个性也是很正向的，你也是非常相信命运会给予你带来最好的安排。其实你心中他会认为说你其实都是这么的正向跟正面，只是有时候难免你的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真的会表现出一种比较没有自信心，或者是会真的需要有人安慰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也知道说，其实在过往的人生里面，你真的走的也不容易，你其实也受到很多的伤害，那你一直不断在这些的跌倒的过程之中，好好的去审视自己的伤口，然后又再一次的重新站起来。所以他也非常的喜欢，就是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在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你。他会觉得其实你是非常有勇敢的，你也是非常的正面的，也是非常的积极的。所以呢，他会很在乎说能够拥有这样的你是一件还蛮很好的事情。只是因为有时候你有点太过于固执，或者是不太愿意去放下你自己的成见，或者是你太过去相信命运的时候，他会有点担心，就是你有时候会真的想得太美好，不太愿意去能够面对到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是本身于同性的话，他会认为你的想法又有点太过于前卫，你必须要去认知到说现实的生活之中不一定是能够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接受所谓同性之间的关系。他会希望你能够去面对，或者是说是能够体认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并不是想要去打击你可能在对于同性之爱的这样的一个好感，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他跟你一样都想要有一个好的未来，好好的去相爱着彼此，可是却必须要有时候要有点低调，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是要去顾及到可能没办法接受同性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人。所以呢，对方来看就会希望说你能够去懂得接受。那如果说可能就刚刚前面提到是已婚的话，就是对方会希望说你能够去知道其实他是真的因为可能家庭的关系，虽然你好像表面都是愿意去做礼让，去做一样去可能爱屋及乌，或者是说愿意去接受，可是他知道说其实你一直不愿意等他，或者说你一直没办法接受，或是说没办法真正的去认知，没办法去真正的理解他的立场。虽然他知道你好像都表面上是愿意接受，但是你其实都一直在等待着他能够去接受你，或者是说能够愿意去放下他的原生家庭。但是以牌面上来看的话呢，他会希望说你是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的，那你也当然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你这样的等待，他也会担心说他会耗掉你很多的青春。那如果说排除掉所谓同性啊，或者是说已婚的人的话，那么对他来看，其实你在他心目中是真的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你是能够给予他很多那种原生家庭那种相似的温暖，所以他是真的还蛮渴望是能够再一次的跟你进一步的接触，或者是说蛮希望呢可以去继续能够享受到能够去拥有你的这样的一个温柔。那接下来看就是说，其实你们未来的关系的话是有很大的机会跟几率，两个人之间是能够有再次破镜重圆的这个机会，甚至到100%啊。我们不要讲100%，我们就是讲99.9%。我要留一个0.1% 没有的机会哈，那就是99.9%，你们是能够再一次的重回这段关系，甚至呢，对方他会非常的有勇气再次的来到你们的身边，然后会愿意的去继续经营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但是在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在愿意有所交出承诺的这个前提之下，一定会再次的经历一个比较激烈的争吵，或者是说会再次的经历一个比较难过的一个过程。可能两人之间把话说开，或者是说两人之间比较再次靠近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心里的话说出来，可能就接下来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所以当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要再一次的非常靠近的时候呢，那么关系里面一定会势必有一些的冲突，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就是两人之间必须要经历过一个比较困难比较痛苦的一个时期，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再一次的更加靠近。所以就是说，当
关系里面两人之间从原本的断联少联络到密集的接触之后，还是会经历一次的很多的吵架，或者说会有很多那种1-2天可能没办法联系啊，或者说两人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的不愉快。当又在经历过这些的中间的过程之后，两人之间又再一次的心灵又再一次的相通，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心态又再一次的更加靠近，两人之间又再一次愿意放下彼此的成见，愿意的去接触彼此的时候，那么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接下来看起来就是关系有点像是坐那种云霄飞车的状况，就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关系里面如果说都一直很甜蜜，都没有冲突的话，就很难可以去到真正了解到对方。因为当有冲突的时候，才可以去真正了解到彼此之间最真实的那个样子，反而能够去更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所以在爱情里面，你们也不要非常担心说会有冲突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虽然接下来关系里面的话，一定会势必呢有一些的痛苦跟一些的难过，或者是会有一些可能不愉快，但是反而能够去改掉，比如说他对于你的固执，可能会改变他自己的想法，那有可能你的个性跟你的心态也会有所转变，那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缺点，他也会去改变，他一定会也去做调整。那当然去做改变跟调整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及时的去有所改正，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这样的状况出现。那当然就是两之间一定要互相去做退让，或者是说互相把自己心中真正想法讲出来。因为从牌面上我有出现两张5，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关系里面接下来的话一定会有势必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那么顺利。但是当你们愿意去放下，或者是说愿意去改变的时候，这些冲突跟这些的混乱的状况是一定会有所改善。两人之间其实会往一个更深层的交往，或者说更深层的承诺去走。所以其实在这3组之中，唯一这一组是最有机会是跟对方破镜重圆的几率是最高的，然后跟对方破镜重圆之后能够在一起，是能够修成正果几率也是最高的。所以千万记得，就是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尝试着继续的努力下去，不要放弃。唯一只有向宇宙许愿，用一个最正面积极肯定的字句向宇宙许愿，他一定会把那个人带到你们的身边。好，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